如果你探究绝大部分罪案背后的动机，你会发现它反映的都是很普遍的欲望，譬如嫉妒、占有欲、性欲、冲动愤怒、对金钱的贪婪等等。我的笔名叫瓦皮，我是文化人类学博士，写过国内外的许多案件，绝大部分是谋杀案，譬如黑色大地花案、南大碎尸案、寻找张颖颖案、马德琳的失踪案等等。这是2018年发生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一起家庭多重谋杀案，被所有人认为是好爸爸、好丈夫的33岁男子克里斯沃兹突然在某天凌晨掐死了自己的妻子，随后呢又用毯子闷死了自己3岁和4岁女儿。那在克里斯沃兹自己的陈述当中呢，当他掐死妻子后，他突然发现2个女儿似乎又活过来了，所以他又不得不带2个女儿去油田，又重新杀了一次。克里斯沃兹平时是一个性格非常温柔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所以呢，当他的这样一种自我牺牲和懦弱的性格与最后残暴的罪行发生了如此强烈的反差以后呢，很多人感到十分纳闷。随着深入调查呢，警方发现当时他正在与他的一个女同事发生婚外恋。他为什么不离婚呢？对于懦夫来说呢，谋杀很多时候反而是一种捷径。他根本没有勇气和强势的妻子展开离婚之战，所以他选择杀害妻子和女儿，其实是在逃避这样的战斗。白银市连环杀人案是指1988年到2002年14年间发生在甘肃白银市和内蒙古包头市的一系列案件，至少11名女性遭到强奸并被杀害。这类案件刚发生时，人们通常有一个思维误区，会认为凶手是那一类没有性资源的单身男性。最后发现这一类凶手中许多都是有女朋友甚至妻子的，他们并不缺性资源。他们作案往往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性癖好，这一类性幻想往往是伴随着制造痛苦、死亡。譬如高成勇，我曾经看过他做的第一起案件，他在现场时间非常从容，但他没有带走值钱的财物，没有强奸，而是打开了受害人的双腿进行了窥视。英国现代史上年纪最小的杀人犯，2个10岁的男孩诱拐了一个年仅2岁的男童，并将他虐待致死。法官迫于全社会的压力，不得不公布2个孩子的名字，并加长刑期。未成年人作案和成年人的一个区别是，他们往往没有很利己的动机，其实就是找乐子。这一类就是典型的以残忍取乐。虐待动物以及连环杀手也是属于这一类。唯一解决的方式便是从小培养孩子的共情能力。我成长的家庭氛围比较理性，童年时我们是住在一个祖传的老房子里，当时周围邻居都说这个房子闹鬼，晚上的确听到那个老房子里边传来哒哒哒的声音。我父亲看到呢，原来是几只老鼠踩在刀柄上。从小父母给我的想法就是，有些事情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往往是人们的想象力制造了恐惧的感觉。上中学的时候，我看了很多推理小说，当时尤其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我的工作方法呢，主要是搜集相关报道，查阅一些公开的资料，譬如判决书、卷宗，也会和一些受害者家属进行交流，会梳理整个案情的经过，通过细致的逻辑分析讨论真相。我的初衷是希望大众能够知道，这世界上并非只有风和日丽，也存在犯罪，存在黑暗。案件虽然离奇，但背后的欲望却是很普遍。普通人的人性和罪犯人性是有共通之处的，但不同的是，后者往往越过那条界限。我希望每个人能够通过阅读更加了解自己，保持警觉。